最近大热的《梦华录》里，刘亦菲饰演的茶铺老板为众人表演了一出茶百戏，不仅成功地吸引了男主，同时也让我们重新了解了宋代那个绮丽时代的别样一面。上至皇帝，下至寻常百姓，甚至连我们熟知的大诗人陆游都热衷却又几经失传的茶百戏究竟是什么？大家好，我是晚熟的茶文化爱好者一茶。接下来我将和大家一起品鉴中国人灵魂饮品茶的前世今生。回想我小的时候，喝到咖啡是相当稀奇的事情。在电视里看到老外喝个咖啡还能在咖啡上手脚翻飞地拉出一朵花来，让我潜意识感觉西方文化如此美好，是连喝的东西都透露着文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年少的我在选择饮料这事上探索过各色花里胡哨的碳酸快乐水，又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欧美文化的祛魅，最后竟渐渐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了喝茶的生活中来。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茶叶至于古代中国人，不仅仅是一味药物，亦或是日常饮品，它更是融合了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哲学思想的生活方式。古人们体味着道法自然，对自然界和谐秩序的向往，而这一切顺应自然的智慧，其实都凝聚在一盏盏茶汤之中。茶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古人追求茶中之趣，与单纯品茶不同，在斗茶和点茶中延伸出来更富于视觉美感的分茶。这也就是最近热播的《梦华录》中刘亦菲所表演的茶百戏。茶百戏又名水丹青，最早可追溯至中国唐代，是流传于武夷山的民间文化。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的《西山兰若试茶歌》，骤雨松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就记述了茶百戏。茶百戏是一种注入茶末以显肌肤，而使茶面幻化出图形与文字的技巧。这种点茶法最独特的特征就是它靠着注汤使茶汤液悬浮，在注入汤的时候又要注意汤的落点，轻重缓急的就像演奏古筝一样，要注意一首曲子的轻重和快慢，使得在页面上轻轻的移动，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而幻变的一种独特技艺。这也是点茶法所追求的水和色的完美结合，注重色的透明轻盈和水的流动渲染，力求水和色的和谐统一。这里提到的点茶文化在南宋时传到日本，成为了日本茶道之源。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在弹幕评论区告诉我，我将在后续补充这些内容。陶谷注的《清异录》中说，宋人极善此道的，言进士有下汤运笔，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相者，禽兽虫鱼花草之术，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用茶勺在茶面上一搅，既能使茶面生出各种图像，动物植物都可显现，这样的点茶功夫非一般人所能有，所以被称为功神之艺。更有甚者，还有人能在茶面上幻化出诗文来，更是蹊跷。宋代还有一些文人乃至皇帝就对分茶之道十分感兴趣，也能掌握基本的技艺。宋代时，宫廷茶宴已有比较固定的程式，成为宫中重要的礼仪之一。宋徽宗赵佶就会分茶。据《蔡京延福宫取宴记》记载，徽宗赵佶宣和2年主持过一次盛大的宫廷茶宴，皇帝亲手注汤积福，少卿乳服展面，如舒心淡月。说这位皇帝在举行一次茶宴时，自己亲自注汤积福，一会儿白茶浮沫起在盏面上，有图形如舒心淡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大诗人陆游也精于此道，他的诗中就既有分茶之事。其中一首《临安春雨初记》说道：挨至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写他失意时以草书分茶自遣。陆游还同他的幼子一起分茶，共享天伦之乐。回想早在1000多年前，无论是皇帝文人还是市井百姓，茶百戏就得到相当的普及。而咖啡拉花的技艺是1988年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小咖啡馆老板大卫休谟创造的。但从辈分上来说，咖啡拉花起码要称茶百戏一声老祖宗宗宗宗宗。其实就算如此，茶百戏和咖啡拉花也是截然不同的。硬要说的话，咖啡拉花从原理上和中国古代另一项饮茶技艺更为接近，这就是漏饮春。也许在宋代，有一些人因为分茶不得要领，但又不甘于平平淡淡品饮，就想出另一个名为漏饮春的品饮方法。在注汤之前，就使茶末在茶碗底组成图案，虽说是段位低了一些，但是也可以赏心悦目。宋代重文抑武是群星璀璨的时代，
漏饮春的方法也见于《清异录》的记述，书中说漏饮春法用漏纸贴盏，盛茶而去脂，尾为花生，别以栗肉为叶，松石鸭脚之类真物为蕊，沸汤点角，就是先用纸镂刻出花朵的图样，将图样放在茶盏底部，在纸上撒下茶沫，频频提起纸样，茶沫便顺着镂空的花样漏到盏底，茶沫组成的花朵就这样容易地做成了。最后还要用一些果仁果料组成花叶和花蕊，人们在冲点之前又因此多了一种美好的感受和乐趣。至于为何我觉得茶百戏和咖啡拉花不同，是因为在深入了解后，我更加感觉茶百戏其实是古代中国人结合时间和空间美学进行的艺术创作。宋代的点茶文化是我国非常宝贵的艺术文化遗产。茶百戏再现了宋代时期文人雅士的一种生活方式，古代先人接受宇宙和人生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境地后所进行的须臾即就散灭的艺术创作。茶艺师通过主观的情感与客观世界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茶文化艺术的意象世界。而清水冲淡的美是一种不追求刻意雕饰的自然之美，在创作中也不是简单的再现客观事物。茶汤作画时的重意不重形，讲究的更是创作者在茶当中均匀调和的节奏间，达到心语意合，气韵相融。通过茶汤上的线条丹青之美，讲究清而不清，浊而不浊的美感，而这恰好深刻地体现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但这样一种以清水为墨，茶勺为笔，茶膏为纸的艺术形式，却遭遇了巨大的冲击。这和乞丐皇帝朱元璋的茶叶改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赘述了。改善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却对点茶文化形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打击，以至于茶百戏连同点茶文化一起，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消失。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名叫张志峰。大学时对史书上这源自于家乡的茶百戏变换技艺的好奇，以及对传承中华文化的初心，经过20多年的史料考证、文化溯源和大量实验，终于在2009年复原公开了这项失落传承的古代技艺。而时至今日，这项技艺你我皆能传承。如果大家对制作茶百戏和点茶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在弹幕中留言告诉我，我将加紧更新。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我们的文化遭遇过多少冲击和挫折，经受几番暗淡与浮沉，我们的文化却从未中断过。前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无处不在地指引和塑造着我们，并将你我紧紧相连。甚至在一杯小小的茶水中，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根，并和前辈先祖们隔着浩瀚星河对话。而这或许就是华夏文明的力量。我是一茶，一个晚熟的茶文化爱好者。这个视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我的初衷只是想让更多人喜欢和了解茶，了解这个早已融入你我血液和灵魂的植物，它的前世今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一键3连鼓励一下新人 UP 主。我将会在后面的视频增加更多与茶文化相关的趋势。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